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新加坡的旅游签证办理。首先呢，办理新加坡旅游签证的话，其实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所需材料的表格里面的材料啊，那么这个的话，你要提供给旅行社啊。一般来说的话，正常大部分人都是要找旅行社来办理的。自己办理的话，其实也可以，但是你需要找到新加坡当地的公民或者是永久居留权的人才能帮你办理。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一些材料的话，比如说护照、身份证、户口本、护照照片这些的话都是常规的在材料。那么下面的话都是分为工作、学生以及退休人员，是吧？其实还有银行存款证明若无业。其实来说，我在新加坡官网上是没有看到这些要求。其实我还看到了关于如果柬埔寨人去新加坡，其实也是免签30天的。那么其实说实话，这个财务证明的要求重要性呢不会很高，只是呢旅行社呢为了一些保障啊，或者怕你滞留啊风险啊之类的，然后让你提供。首先呢，我现在打开的网站呢是新加坡的外交部的官网啊，这个是关于签证信息的一个官网，那这个是网址。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把这网页给翻译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重要信息啊。首先的话，我们看第一段啊，它这个表格在这里申请，在这里下载啊。这个表格的话，虽然说在这边下载的话，但是新加坡的签证既可以是说线上申请，但是呢，基本上也不一定你能有资格申请啊。为什么呢？它如果说你要通过网上申请的话啊，必须要有找到新加坡当地联系人啊申请签证，该联系人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者说该账户的永久居民啊。就是找一个永居权的有新加坡有身份的人，他才能帮你提交啊。所以说一般来说的话，大部分人的话还是只能自己下载表格，然后去填写。那么表格的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啊，这个表格内容其实也蛮简单的啊，比如说这个个人信息啊，那么名字啊，这种姓名这个出生国家啊，种族啊这个啊，护照号码，对吧？然后这个地址啊，地址类啊，居住地址啊，其他的详细信息，比如说职业啊，那么还有这个年收入啊，宗教，预计抵达新加坡的时间啊，签证类型你要选择啊，这个单次、多次、单次2次、3次啊，多次1、2、3多啊，这个，那么旅行的目的啊，social 或者说这个商务啊，这个社交商务啊，社交的话，相当于这种旅游签证嘛啊。那么新加坡的旅游签证呢，说实话啊，它这个批准的日期的话，根据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呢，你这边的话要自己勾选啊。如果说小于30天的话，你就勾选30天，大于30天的话，你就这边勾选30天。但是如果说你要大于30天的话，你要说明理由啊，它这个为什么要理由，对吧？正常来说的话，都给你1个月时间。那么再往下的话，就在新加坡地址啊。一般来说的话，你要找个比如说酒店啊，我们先酒店，然后这样写一下啊。其他的话都不是很影响啊，都很简单啊。这块区域的话是，如果说你是在日本生活的人啊，但是持有中国护照的话，那你要在这里填写。这边说明的是在5年之内啊，如果说你离开自己的国家超过1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啊，那你在这边填写。这边当地联系人，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就填写这个 hotel 的地址就行了啊，比如说这个酒店地址就行了，填个好点的酒店啊。那么这里说明的话，就是关于这个有没有之前犯过罪啊，有没有之前被新加坡拒绝过啊，有没有进入新加坡用过不同的护照或名字啊，这个要填写啊。这个如果说你有2本护照的话，一定要填写啊，不要填写错了，因为这个只有指纹记录的。下面的话就是一个声明啊，关于这个 hotel 的话，比如说这个酒店的话，你这边的话需要提前预定啊。如果说你怕这个签证拿不到或者怎么样子啊，那你提前预定的话，我这边视频下方有一个专门讲酒店的视频，那个视频可以教你怎么去订一个可以退款酒店啊，这样的话你就方便了。那么我们再往下看这个说明啊，基本上外国人签证和其入境规定啊，那么就是很简单啊，一个签证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明的对吧？已确认续程或回程机票啊，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去新加坡，去的机票也有，回来机票也有，或者说你去马来西亚、去泰国机票啊，这样要有的啊，要离开机票都有是吧？入和出都有。那么进入下一个目的地的路径便利，包括签证啊，这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订个机票啊，这个中国飞新加坡，新加坡飞日本的啊，那你必须有日本签证，否则的话，你订了日本机票啊，你没有这个日本签证，那你这个他也不过关啊，对吧？那么足够资金啊，这个不用说了啊，签证不用说了。黄热病疫苗是怎么回事呢？黄热病疫苗的话，它是仅适用于这些来自于非洲和南美洲的国家啊。比如说你这个人啊，中国人，然后呢，你去了非洲旅行，然后你又回到了新加坡，那么或者说你去了阿根廷旅行，然后回到新加坡，那这个时候的话，你要有出示黄热病疫苗接种啊，否则的话你要被隔离的啊，这个要注意一下。那么哪些国家的话，我这边打开了啊，它是新加坡这边列出来了啊，而且是这个很新的啊，就是2022年2月7日更正的啊。然后非洲这么大部分国家啊，大部分国家，然后呢再往下看啊，拉丁美洲啊，阿根廷、巴西都是的啊，这是大国对吧？巴拿马、巴拉圭这些啊，那后面的话就不说了。那么如果说你没有黄热病疫苗接种证明的话啊，那么抵达新加坡之后，有可能被隔离长达6天啊，拒绝检疫的非本地居民将被拒之门外啊，并被遣送啊，对吧？那么黄热病国际疫苗接种证明书呢，只在接种疫苗后10天内有效，有效期至接种者终身啊。等于说你，比如说你要去新加坡了，那你在阿根廷，那你今天接种，你只能订10天后的机票去新加坡，对吧？好了，这个下面的话，它这边有个入境要求啊，仅限社交访问。社交访问什么意思呢？因为就像刚才我们看了这个，他没有把这个旅游当然写成旅游啊，他写成一个社交 social 啊。那么所以说我看一下入境要求，入境要求的在这里啊，然后1、2、3、4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黄热病就不说了啊。这个 COVID 的话，它这边的话要求接种疫苗啊，并且需要翻译成英文啊。这个的话，基本上大家都应该有吧啊。那么跳过一般入境啊，如果说上面这2个都没有情况的话，都没关系是吧？那么这边的话，护照、签证啊，这个都不用说了啊。新加坡政府入境卡这个很重要啊，所有旅客必须啊填写啊，这个的翻译的话它不准确啊，但是它抵达前最多3天啊。等于说呢，比如说你后天要去了啊，那你这个是可以填写，或者提前1天也行啊。然后呢，填写啊这个。入境卡，入境卡相当于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去美国、去日本的话，它不是飞机上会发那个卡片嘛？那小卡片的话，黄色或者蓝色的卡片，然后要求你用手写啊，带个笔去填写。基本上填写的信息就是说，你过去15天去过哪些国家啊？你接下来去什么国家？然后什么时候返回？坐什么飞机来？坐什么飞机走？对吧？就那个入境卡。那么它呢，它不发纸质入境卡，它只发那个电子入境卡。所以说呢，你要这个在网上填写啊。那么抵达时的安全和移民程序的话，确认没带违禁品啊，违禁物品的话在这里啊，我也不看了。但是主要一点的话就是，香烟啊，香烟的话它是新加坡，我听说是只能带1盒少1支，就是19支啊，跟香港一样，就是带1盒都带不行的啊。所以说新加坡法律是很严的，所以说这个的话大家注意啊。顺便看一下这个违禁物品吧。首先的话，它有些不一样啊，比如说电子烟就不行啊，口香糖也不行啊，这个很注意啊，这个跟大部分国家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口香糖大家也注意啊，千万不能带口香糖。好了，现在我们打开的网址呢，是一个关于签证免签的一个转机的程序啊。那么这个程序的话，适用于这些中国护照持有这些发达国家签证的人啊。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一下，看一下。首先免签的话，它是这样子的啊，它这个我们其他不看了，就中国和印度是有资格的啊。那么它是96小时嘛但是你必须符合要求，只是说你有这个资格，但是呢，它并不一定让你进去啊。你有这个资格获得96小时的 VFTF 啊，这个 VFTF 就是转机啊，那么就是给你4天免签嘛啊。那么你可以通过任何交通方式啊，比如说陆地也可以过去啊，但只能通过航空或海运离开啊，只能通过机票或船票离开啊。那么所以说你必须有从马来西亚进去的话，开车进去，然后呢，你必须有从新加坡出发的机票，或者说船票，然后继续下一次个旅程，对吧？那么持有哪些里程的签证呢？澳大利亚签证、加拿大啊或德国、日本、新西兰啊，然后联合王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英国的意思啊，美利坚合众国就是美国的意思嘛啊。那么5点联盟都有啊，美加澳、澳、新啊，英国。那么德国跟瑞士的话，它这边有个小标的符号，对吧？那它这个是意思呢，是说它是适用于德国或瑞士签发签证，或适用于进入德国或瑞士的申根签证。有些人的话，申根签证，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他是讲关于法国的申根签证啊，因为办法国签证很多啊。那么所以说，你那个法国签证的话，你能不能适用于你去德国啊？那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啊。如果说你这个申根签证仅限于在意大利、在法国，那是不可以的，对吧？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日本签证，它的话，我们可能会持有这个单程签证啊，就是
单次签证，就是去一趟就没了，对吧？然后这个签证的话是这样子的啊，也是被有效的啊，只有持有单程签证的旅行者啊，仍可在其旅程的回程中获得 VFTF。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从中国飞新加坡再飞往日本单次签证是吧？这样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说你从日本又飞回的新加坡再飞回中国，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返回啊祖国啊。如果说从那个日本直接旅行啊，然后途经新加坡再返回祖国，如果说或者说如果说你上次用过这个 SGV 的啊，然后呢没有回住过中国啊，比如说你从中国飞新加坡，新加坡飞日本，日本飞往墨西哥啊，然后再从墨西哥飞往新加坡，再飞回中国，这样也是可以的啊。你上次没有回过国嘛？上次用过这个 SGV 之后没回过国啊，那么也是可以的，对吧？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入境卡说明啊。入境卡的话在这里啊，然后我把它翻译一下。首先呢，这个入境卡呢简称叫 SGAC 啊，赴电子健康申报单、入境卡申报单啊，这两个都要啊。那么所有旅客啊在抵达新加坡前都需要提交新加坡入境卡，基本上所有人啊都要啊，包括这新加坡公民啊。那么只有哪些人不需要呢？就是通过陆地来的啊，就是通过开车来的，那不需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过境转移的话，就转机嘛。那么你不入境嘛，直接在转机区域的话，这些人不需要。那么这个抵达卡的话，并非签证啊，这个它是一个入境卡嘛。怎么去办入境卡呢？前3天内提交新加坡入境卡，那么可以通过这个网址，或者说 MyICA 的移动应用程序啊，可从这个 iOS 或者安卓软件上去下载。那么这个是免费的服务。如果说你不会填写啊，请咨询这里啊，它这个有商业服务啊。那么要选择2个选项啊，继续提交啊。这个第一个的话你别选错啊，第二个应该选第二个。做外国人的话应该选第二个啊。这个学生证持有人的话选第一个啊。然后在新加坡抵达之后呢，我们要入境了是吧？入境的话，你出示这个护照，还有新加坡入境卡。入境卡的话或确认邮件啊。那么硬拷贝或软拷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打印出来或者说这个图片啊、照片给他看一下啊 ，PDF 最好了文档啊，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展示啊。那么常见问题我们看一下啊，什么是入境卡？这个不说了啊，这个所有人都要吗？这个我也说过了，对吧？都要啊，都要。还有的话就团体递交的话，团体递交的话它是可以的啊，团体递交。那么关于现在这个疫情的话，电子健康申报的话，这个也是必须的啊。所有进入新加坡旅客，包括公民啊，都应该提交这个健康申报单。这个呢，他也说了啊，也是最多3天内啊。那然后呢，比如说你6月23日的啊，6月30日抵达新加坡的旅客，只能从2020年的6月28日起提交申报啊，提前3天之内。那么如果说健康状况有所改变啊，已经提交了怎么办呢？那么就要重新提交啊。如果说提交虚报啊违法的啊，那么虚报者的话会被起诉啊。新加坡的法律是很严的啊。大概的话，新加坡这些关于签证啊入境规定，我现在讲到这里啊，跟大家分享到这里。